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万物有灵系列百画三角披肩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披肩分为主体和毛球两个部分，先编织主体，然后制作和安装毛球。先来学习主体的编织方法，由这样一个个小织片组合而成。先起针，从左往右编织第一行这个小织片，完成后换线，从右往左编织第二行的小织片，后面继续换线，来回往返编织剩余行的小织片。除了最后一行，每一行的小织片数量都比上一行多一个，最终形成三角形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图解仅供教学使用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中，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是几针，并作一针，图解都是占一个格子。这样的线段位置表示编织时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位置。图解的箭头都是表示编织方向，将每个小织片的挑针位置朝下时，从右往左的编织方向都是在正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的编织方向都是在反面编织，并且反面要编织相反的针法。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会进行相应的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第一行只有一个织片，采用手指绕线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大平针花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实际使用断染线编织，断染线具有不同颜色的分段，起始的颜色段不同，编织出的效果也会有不同。大家可以根据成品选择对应的颜色段开始编织，也可以根据喜好选取对应的颜色段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棒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左手拿起环形针的一端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，这是第一针。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一个圈，将这个线圈套在针上，稍微拉紧，这是第二针。继续绕线，套在针上，稍微拉紧，这是第三针。一个线圈就表示一针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一直起到需要的针数。大家看，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织第一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，图纸中都是空格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将线头放在右棒针下方，全部织下针。
如果最后这个线圈较大，可以稍微拉紧起针的线头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织第二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。翻面，因为图解体现的是织片正面的纹理，实际要编织相反的针法。图解这一行都是下针符号，实际全部织上针。将线头放在右棒针上方，全部织上针。第二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三行。这一行从正面编织，将织片翻到正面，全部织下针。第三行就完成了。来看一下织片，单数行在正面全部织下针，双数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。这个就是大平针花样。这里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。织片表面有一列一列的辫子，一个辫子表示一行。起针的辫子不算，从第二个辫子开始往上数这一列的辫子，1、2、3。棒针上的线圈算作第4行，表示已经编织了4行。注意，棒针上的线圈对应刚完成的这一行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织完剩余的行数，具体行数参照对应图解，完成后再反面结束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后面需要换色编织，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第一行小织片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第二行小织片，需要从右往左，在第一行这个小织片的上方和侧面依次编织2个小织片。先来织第一个小织片，首先来起针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在第一行小织片的线尾打一个结，移到线头根部，接着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用手指绕线的方法起出对应针数。接下来织第一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先织7针下针，完成后，下一针是右上2针并1针的符号，后面简称为右上并针，需要挑第一行小织片这2个线圈编织。第一行就完成了。
左侧剩余的线圈暂时保留。接着织第二行，反转织片。图解第一针是划针符号，这里根据纹理编织划针，左棒针线圈是上针的纹理，将线头放在右棒针上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挑下不织，这个划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剩余线圈织上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二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三行，反转织片。在正面编织，先织7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右上并针，这样第一行小织片剩余的线圈就被并掉了1针，第三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4行，反转织片。在反面编织，第一针织划针，然后全部织上针，第4行就织好了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先织7针下针，然后织一个右上并针，第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又少了1针，第5行就完成了。来看一下编织规律。双数行在反面，第一针织划针，剩余线圈织上针；单数行在正面织下针，最后一针与第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。这个划针形成的大辫子在上一行织片的顶部，将这2个不同方向的小织片连接起来了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织完剩余的行数。最后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刚好并掉上一行小织片的最后这个线圈。第二行的第一个小织片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2个小织片。第一行首先来挑针，来看一下织片侧面是这样一个小辫子，一个小辫子对应一行，挑针就是挑辫子下方的洞眼进行的。先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，与第一个小织片区分。接着右棒针穿入左侧这个洞眼，绕线挑出，这是第一针。继续穿入左侧相邻洞眼，绕线挑出，这是第2针。这里洞眼的数量比需要挑针的数量多，挑针时大致均匀空出
对应数量的动眼，挑出需要的帧数。这样挑帧就完成了。这是第一行，接着至第二行，翻转支片，全部至上帧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。第二行就完成了。第三行在正面，全部至下帧，往下沿着挑出来的线圈来回往返编织大平针花样，织完对应行数。数行数时，从挑针位置上方数辫子的数量，加上棒针上的线圈，就是编织的行数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小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后面需要换色编织，这里正常断线，第二行小织片就织好了。接下来织第三行小织片，需要从左往右，在第二行的每个小织片上方依次编织3个小织片。先来织第一个小织片，首先来起针作为第一行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在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尾上打一个结，移到线头根部，接着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用手指绕线的方法，在织片左侧起出对应的针数。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二行，将织片翻面，在反面编织。先织7针上针，下一针是左上2针并1针的符号，简称为左上并针。在反面需要织上针的左上并针，右棒针同时挑起上一行织片这2个线圈，织1针上针。这个上针的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在正面看一下，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与图纸一致。第二行就织好了。左侧线圈暂时保留，继续织第三行，将织片翻面，在正面编织。第一针是划针的符号，这里线圈是下针的纹理，将线头放到右棒针下方，将第一个线圈挑下不织，这个划针就织好了。接着织下针，织完剩余的线圈，第三行就织好了。往下织第四行，翻转织片，先织7针上针，
然后织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。第4行完成，并且在上一行小织片上并掉了1针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反转织片，先织1针滑针，然后全部织下针。第5行就织好了。来看一下编织规律。单数行在正面第1针织滑针，剩余线圈织下针；双数行在反面织上针，最后一针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。这个滑针形成的大辫子，同样在上一行织片的顶部将这2个不同方向的小织片连接起来了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织完剩余的行数。最后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刚好并掉记号扣前所有线圈。第3行的第1个小织片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2个小织片。第1行沿着上一行小织片侧面，在反面挑针。在反面时，需要以织上针的方式挑针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。先将记号扣挪到右棒针，接着将线头放在右棒针上方，从下方穿入对应洞眼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样就挑出了1针。往下沿着边缘辫子下方的洞眼，大致均匀地挑出对应针数。注意，最后一针需要和左侧的线圈并针，右棒针先穿入洞眼，然后穿入左侧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松开线圈，挑针的最后一针和线圈就形成了并针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后面剩余行的编织方法与第1个小织片相同，都是在正面第1针织滑针，剩余线圈织下针，在反面织上针，最后一针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织完这个小织片。大家看，第2个小织片就完成了。第3个小织片的编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先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，然后在这个织片反面挑出对应针数。然后对照图解，来回往返编织大平针花样，织完对应的行数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3个小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正常断线，第3行小织片就织完了。继续织第4行小织片，需要从右往左，在上一行的每一个小织片上方
依次编织4个小支片。第一个小支片与第2行的第1个小支片编织方法相同，我小样已经织好了。接下来织第2个小支片，第1行需要在正面挑针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先将记号扣挪到右棒针，然后沿着织片边缘辫子下方动眼，大致均匀挑出对应针数。注意，最后一针需要与线圈并针，右棒针先穿入对应动眼，然后穿入左侧线圈，挑出一针，松开线圈，这个挑针和线圈就形成了并针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，这个小织片剩余部分的编织方法与第2行的第1个小织片相同，都是在反面第1针划针，剩余线圈织上针，在正面织下针，最后一针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2个小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第3个小织片的编织方法与第2个小织片相同，最后这个小织片与第2行最后的小织片相同，挑针后来回往返编织大平针花样即可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4行小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来看一下，每一行小织片都是在上一行的织片上方编织不同方向的小织片，除了最后一行，每一行都比上一行多一个小织片。需要的针法、挑针和并针的方法，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，织完对应行数的小织片。最后一行小织片需要边织边收掉线圈，形成上方三角形的补角。大家织完倒数第2行的小织片后，暂不断线，我来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编织方法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小样编织的行数和小织片的数量较少，这演示方法。编织之前，先将上一行最后这个小织片上方的线圈全部收掉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，边织上针边收浮针。收完记号扣前方的线圈，现在还剩下一个线圈，正常断线，在线头上接上对应配色线，
将这个线圈作为第一个小支片挑针的第一针，沿着支片侧面挑出剩余针数。注意，最后一针需要与线圈并针。第一行就完成了。第二行在正面编织，大家织完这一行。接着织第三行，将织片翻到反面。第一针织左上2针并1针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上针，最后1针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第4行在正面编织，大家织完这一行。继续织第5行，翻面，先织上针的左上并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上针，最后1针并针。第5行就完成了。这个小织片的编织规律就是，在正面不加不减编织，在反面第一针需要通过织并针的方式进行收针，最后1针与上一行小织片的线圈并针，大家按照这个规律将它织完。在最后一行这里还剩下3个线圈，直接织一个左上3针并1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作为下一个小织片挑针的第1针。这个三角形的小织片就完成了。往下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依次织完上方的三角形小织片，织完最后这个小织片，还剩1个线圈，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，断线，
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，自行收好所有的线头，这个披肩的主体就完成了。主体完成后，接下来制作毛球。大家可以用毛球器，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制作对应大小的毛球。注意制作时可以随机用披肩主体的不同配色线分别绕部分圈数，形成这样彩色的效果。这里用棉线演示一下毛球器的使用方法，请看演示。使用绒球器制作绒球的方法。常用的绒球器一般有4种型号，型号不同，做出的绒球大小也不同。做出的绒球直径分别为 3.5 厘米、5.5 厘米、7厘米和9厘米。大家根据所需绒球的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绒球器。一组绒球器是这样的两半，将上面的搭扣都打开。然后将这里的点和圈相对，分为2个弧形，然后取出线材，将线在弧形上缠绕。大家尽量缠得均匀一点。将这一侧弧形大致绕满，或者绕到需要的圈数。一侧完成后，换个方向缠绕另一侧。大家将这一侧也绕完。缠绕完成后，对折，将这里的搭扣扣上。线头剪断。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将线剪开。另一侧相同。接着剪去一节30厘米左右长度的线，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打结固定。线头尽量拉紧一点，到另一侧再打结。大家多打几个结，固定牢固。然后放开绒球器，
揉搓蓬松后，用剪刀将其修剪得更圆润一点。这就是绒球完成后的样子。完成后，将绒球的线头穿入披肩的尖角任意线圈，打死结系牢，剪掉多余的线头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披肩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